证据确凿。现在你倒是说说，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？娘娘莫急，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。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，眼下可是要传方才去核查纸张的工人入殿搜身。正是如此。又弄什么玄机？回圣上，和指数对不上，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真的失涉其中，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。说清楚些。方才去核对指数的工人，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。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害江姑娘之人，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，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，藏匿于身。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，仓促间定无法销毁纸张。还请圣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，倘若排除众人嫌疑，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。张哲，原来你早有计谋，故意隐瞒哀家，愚弄哀家是吗？还请娘娘恕罪。张大人只是觉得，幕后之人胆敢利用黄公公在娘娘眼皮底下行栽赃陷害之事，定有图谋。因怕打草惊蛇，是以不敢走漏风声。宣在殿门外一一搜身。想不到张大人还有连环计，我还以为是为了姚姐姐的名节考虑呢。师父，第二排最右边那个似有异样，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腰间。不是奴婢，不是奴婢的，不是奴婢啊！师父，这……圣上，太后娘娘，此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焦蕊，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露纸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说，从何处拿来这纸？回圣上，娘娘，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。想来他方才只能协助，没机会碰费用的纸，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拿了这张沾过墨的，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圣上娘娘，是奴婢今晨洒扫房间时，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，因知纸贵，又知江二姑娘奢靡不会再用，便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，心想着写满了再放回去也是无人知晓的。谁知今天扯出这般大事，奴婢实在是怕极了，所以刚才不敢说出来。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，那想必是识字的，不妨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素闻张大人有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，想必是刑部的公文。这上面写的是《诗经》里的蒹葭，你会读吗？蒹葭。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？瞪我作甚！若不是此时在圣上与娘娘面前，我早就2巴掌扇在你脸上，好问问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！放肆！什么主子奴才的，
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，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？圣上，此事事关臣女清白，更关乎逆党一案，关乎朝廷社稷，请圣上明察秋毫，审出幕后之人，为臣女主持公道。你先起来吧。是。不错，你既不识字，纸上之言你亦不认得，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案。说，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？奴婢背后无人指使，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苛待，又眼见她三番四次的谗言挑唆长公主，牺牲不忿，又听别宫传出皇公公率人查宫一事，便鬼迷心窍，生出了这陷害。胡说八道！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。王心义，现在就叫人将他拖到宫门之外停杖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不要！罢了。母后，有何不妥？这个时辰，在宫门外打打杀杀的，娘六宫如何安歇？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，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，顺藤摸瓜便是。你身体还抱恙，急什么？是儿臣疏忽，忘了母后病恙方好，宜当静养。这样吧，便让王心义将人带到慎刑司，审问清楚，可好？好了，折腾了一夜，这天都快亮了，哀家也乏了，都回吧，有什么事儿改日再说。圣上，娘娘，不要！这莫不是什么贪狼入庙、流年犯岁之日？可真是吓死我了！不过您姐姐也太厉害了，这进一步是死，退一步也是死，只得搏一搏了。不过昨夜洗透冤屈，靠的都是刑部的大人。都是你平时不大会做人，不然谁能恨到你头上这样捉弄你？要不是张大人看在姚姐姐的面子上，也不会管你。行了，有话还是回了羊脂斋再说吧。江姑娘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我只是意外，昨夜在殿上，薛姑娘为何会帮我说话？本就是同窗伴读，自当如此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江二姑娘，圣上有言，江尚书一贯为社稷、为朝廷鞠躬尽瘁。今日虽事出有因，却也让您受委屈了。圣上会下令严查此事，必定会还您一个公道。臣女多谢圣上体恤。不过，公道什么的，就算圣上为难，臣女也总有办法自行讨回。张大人果然让人刮目相看，本以为左右都要得罪一方，想不到竟然峰回路转，破了这悬案。今日之事背后主使，只怕并非是进宫与如意之人。此话怎讲？宫内之人已被清查数次，且不说是否仍能顶风作案，就算真是逆党策划今日之事，那也没必要针对一名小小伴读。此话有理。不过这位江姑娘也不是普通人。大人此言何意？难得呀，难得！张大人竟然也向陈某打听起事情来了。张大人，二位大人，昨夜辛苦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昨夜若无陈章二位大人，我只怕已身首异处。大恩当言谢，我去谢过，你们先回吧。哎，他这疯病要发到什么时候？那可是外臣外男啊！他二位大人留步。
多谢二位大人救命之恩，小女冒昧前来，是为向张大人亲致谢意。哦，向张大人道谢，那就是没有我的事了。张大人留下闲聊，陈某在前面等你。昨夜之事，若无大人仗义直言，雪宁不免要受刑罚。大人因我之过，还得罪了太后娘娘，我心中实在有愧。在此多谢大人了。姑娘言重了，皆是举手之劳，分内之事，不必言谢。不是，不是分内之事，宫中险恶，机巧遍布，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。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，还雪宁以清白，便高过这世间尸位素餐之辈良多了。您当得起雪宁之谢。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，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，往后万当小心。那是自然，我还要在宫中待上一段日子。我这个人啊，怕死的要命，岂能容他们轻易害了我去？江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。下官于内宫不好多留，就先告辞了。张大人，江二姑娘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伴读，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。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，不知真假。我知道了，多谢。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。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，为何还要追问？退亲？什么？我会与姚家退亲。他要退亲？他不喜欢姚希？宁儿，有这么好笑吗？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你，才遭人陷害，捡回一条命，万万是笑不出来的。您都知道了，闹得满宫风雨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现在还在外游荡，嫌命太长是不是？我……这不是去羊脂斋的路吗？文昭阁在那边。今日在泰安殿如何？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？表面上是个叫焦蕊的小宫女，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。太后在审我之时，大有要追究到底之势，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，着实奇怪。你不怀疑谁？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，却觉得按死人的心思，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。可纵观全局，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，得知4郡1言的全貌，且能提前做好准备，绝非是在皇仁里查抄宫禁时他得知就能办的。他必定是提前许久便已知晓，方可从容不迫。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。太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许多。这倒是。太后虽然想借着此事扯上燕家，但若要对付我，她犯不着如此弯弯绕绕，只可能是那一个她想保下的人。既然你有了答案，准备如何应对？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于别人的事，他既想害我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兴许他还觉得我好拿捏好欺负。今日他竟然敢让我不爽快，那往后我必定叫他坐卧不定，寝食难安才是。孤勇虽好，但若不能审时度势，便是愚钝。先别着急动手，想清楚再做才是。谢先生指点。对了，
方才你站那做什么？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，方能脱险，是以追去面线。张遮，你同张遮认识，是何关系？哦，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就是欣赏。欣赏？张大人素有亲名，是真正的好官，也只有他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，我欣赏他，感激他。你喜欢张遮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燕灵知道吗？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，所以与张遮是男女之情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若是燕灵，便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这一身反骨，就当你是往日便听闻张遮亲昵，暗生倾慕，今日一朝见了钟情，但也未必不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你倒喜欢他，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。你才高攀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才故意说张遮一句，你就急得跳脚，三言两语便暴露自己的弱点。是你宁儿觉得我谢薇是个善类，足以信任呢？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，对谁都不设防？我若是你，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，既不宣之于口，也不叫旁人知晓。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，暂不会对你怎样。倘若他日你遇着他人，想对付你，拿捏你，首先从张遮下手。届时你且看看，害人害己4个字，到底怎么写？先生，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不是说顺道给伴读上课吗？告假了。哦，你去查一查张遮。不就是个刑部小吏吗？有什么可查的呀？属下这就去。跪下。昨夜我见到那宫女，是随你一起去过御花园的。哀家这才知道这事儿是你做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都骗到哀家这儿来了！姑母恕罪，一切都是舒儿的错，还请姑母保重凤体。那个江雪凝，除了有几分颜色之外，出身平平，教养粗鄙，牙尖嘴利。你是咱们薛家的嫡女，你怎么会对上那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？姑母有所不知，江雪凝得公主殿下亲眼不算，还又得临淄王殿下对她心有所属。舒儿是担心殿下受其蒙骗，才想借由此事将她赶出宫去。介儿，怎么可能呢？舒儿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那你为何后来又替她说话呀？哀家不是教过你吗？斩草要除根。昨夜那张大人已经瞧出了案情关键。舒儿见此事不成，既怕被顺藤摸瓜查到姑母身上，又怕被临淄王殿下知道，坏了姑母帮助薛家的成算，这才想掩人耳目，以待来日的。起来吧。既然一计不成，是不能打草惊蛇。江雪凝、张遮，还有那个燕家，全都来坏哀家的事儿。来日方长，只要在这宫中，哀家自会有办法。殿下，真的够了，我穿不了这么多。笨蛋宁宁，这不是给你穿的，这是给你做脸面的。昨夜你说了陷害，就说明有人没把我的话放在眼里，还以为你是个没依没靠的。来，我说了会在宫里照顾你，那就绝对不能任由人家欺负。这些先给你压压惊。苏少爷，
在，你派人去慎刑司盯着，只要那臭丫头招出背后的人，本宫就要第一时间知道。是。殿下如此垂爱我，却无以为报，心中实在有愧。不过这件事背后没那么简单，殿下还是不要牵扯太深为好。殿下待我的好，雪凝心里自然知道。但我如此得您亲眼，难免遭人妒忌。就像圣上和后宫一样，殿下在伴读中也得雨露均沾才行。臭宁宁就知道推开我，等我去宠幸了旁人，你可别吃醋。那我就只能像那些娘娘们一样，一哭二闹，惹得公主不得安宁。殿下，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，你们俩该不会是……哎，殿下想什么呢？这手帕普通的很，坊间随处可买。也是啊。不过殿下怎么知道临淄王也有一条啊？就是伴读换座位那一日，我趴书委屈追去解释，碰上了王兄，偶然看到的。这些年也没听说过王兄喜欢哪个姑娘呀。我问他，他又不说。所以薛姑娘也看到那条手帕了？嗯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，怕阿叔心里不痛快。毕竟，我悄悄告诉你啊，母后真有心撮合阿叔和王兄呢。所以昨夜的事就是因此而起，补上了这番因果，更能确定背后之人就是薛叔了。争来斗去，不过就是为了那皇后之位。这一次谁爱做谁做，我不稀罕。昨夜先生相助之事，侯爷已经知道了。今日一醒来，便先请先生到府上一叙，表达谢意。只是不知先生这个时辰过来，怠慢了。侯爷过虑了，昨夜本是谢某巧合路过罢了。对了，昨夜听闻你们去追刺客，可有收获？清风没用，无功而返。刺客狡诈，本就难擒，不必过于自责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您伤势刚缓，怎么出来了？无妨。侯爷，啊，侯爷，您还是快进去吧，要不然世子知道了。燕林孝顺，先前非要亲自去替我煎药，你去帮帮他，我与谢少师说说话。是。侯爷，哎，侯爷，晚辈不敢当。救命之恩，如何不敢当？当年初见少师之时，便觉得莫名亲近。后来，你成了燕林的先生，对他多有照拂，燕林也对你赞不绝口。我想着，这或许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。但少师昨夜愿赌上性命，冒如此大险，又是为何？只因是燕林的先生吗？侯爷，您是大秦古宫国之柱石，本不该被小人暗算。谢某力有所急，理应帮忙。侯爷，这外面风凉，要不先回房休息吧。昨夜生死之间徘徊，不知怎的，梦里仿佛看见了许多往事，想起了这一生的征战，想起燕林早逝的母亲，也想起了长姐，还有
定非那孩子。这株丹桂树是我长姐出嫁前几年种下的，种了快10年时，那孩子也到了最顽皮捣乱的年纪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他不知从哪里搬了张梯子来。干什么呢？还不快下来！娘亲同爹爹又吵架了，7日都没消了。娘亲她最喜欢桂花香，我想摘一些拿给她，让她开心开心。胡扯！我看啊，就是你小子又皮痒了。你娘跟你爹上个月都吵了6次架，上次你偷糖的时候吵了，上次你偷我酒的时候也吵了，还有那次。舅舅，你熟读兵法，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！你怎么能疑心我呢？行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动不动哭鼻子，像什么样？你真想要，我摘给你便是。谢谢舅舅。快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臭小子，让我抓住你，非扒了你的皮！舅舅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还没死。这一次我就不告诉你娘了。下次如果你再敢，你试一试，我可就来真的了。谢谢舅舅。调皮。丁妃世子的事，晚辈有所耳闻。侯爷，节哀。那么小的孩子，连京城都没出过，那个冬天又是那么的冷，也不知道宫里面点没点灯，生没生火，夜里会不会有人替他盖被子？多狠心肠的人，才会舍得将他推出去。哎，侯爷，当年我长姐始终不愿相信那孩子葬身于平南王叛乱中，寒痛人腐，多方找寻，只可惜天下之大，杳无音信。所有人都觉得不过是为人母者不愿相信孩子去了罢。但若是上天有眼，发了慈悲，还叫这孩子活在世间，不知他该长成什么模样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既是上苍眷顾，便该叫他历尽劫波，琢磨成器，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。假若那孩子真的活着，还在世上，为何不早早出来与亲人相认？或许他有他的苦衷。好，该是历尽劫波。
该是琢磨成器。父亲，谢先生，清风说您跑出来吹风，这怎么行呢？赶紧回屋把药喝了去。这小子，如今都支持起我来了。我那是关心您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要不是谢先生劝阻，我早就杀去薛家了。谢少师说的不错，薛远不会坐以待毙，该销毁的证据，怕是已经都没了。眼下我们无法指证，还需要步步谨慎。侯爷，现在天气渐凉，还是先回房间把药喝了吧。谢某没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谢少师，这株桂树虽已多年没开花，但我相信它还没死。若有一日丹桂重开，我请谢少师来观。好。父亲问谢少师了吗？他为何要这般大酒？我总觉得他对我们燕家不一般。这些年，薛家如何卑劣行事，明眼人都看得清。谢少师乃高义之人，不过是以善心而为，你只需要感谢，莫要多想。是。回国公，严母从通州大营带回来的人已经除掉，咱们的人手也将城外的教场转移到了隐秘之处，这私兵之事已经万无一失。哼，万无一失。如果不是本宫反应及时的话，这件事情早都已经捅到太后和圣上那里去了。国公息怒。燕儿，昨夜我让你带着新五卫在城中以搜捕逆党之名阻挠燕家求医，可为何到今日，燕家也没有传出什么消息啊？父亲，那老头子常年行军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咱们这一次让他病上一场，吃吃苦头总是好的。你看他们连找圣上告状都不敢，定是怕了他。国公不必太过担心，咱们已抢先将刺杀的事安于逆党头上，便是燕家再要追究，任谁都揪不出咱们的错处。话是如此不错，但是烟幕那老家伙竟是如此就算了吗？想起来总是有些古怪。叶儿，你昨夜在城中就没有发现什么反常之事吗？反常的倒有一种，昨日入夜后，城中本无人走动，可听新五卫说，却在城西燕家附近的医馆外遇到了谢少师。谢威？先是移权刑部，接着便是漕运生丝之事，然后又是翰林院的人手，现在连新五卫封城捉拿逆党也有他的掺和。此人到底是何目的，是何居心呢？嗨，父亲，他不过就是个读书人，领的都是些闲差，咱们把人请过来问上一问，不就都清楚了吗？国公，小人以为公子说的在理。谢少师深得圣上信任，可却并无实权，虽有所忌惮，但也不用提防太过。咱们若能想法子结交此人，于国公成事，百利而无一害。说下去。结交拉拢，无非就是投其所好，或者雪中送炭。咱们一来可以留意谢少师的喜好，二来静待时机，等一个他危难之际再出手相助，便自然可将此人收入囊中。时机从来都不是等来的，而是创造出来的。圣上如此宠信他，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争权。但若是圣上也对他起疑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恭送先生，恭送先生。说起来，好几日都没见到谢少师了。是啊，他怎么连课都不教？这几位新夫子讲的虽好，可比起谢少师啊，还是差了点。对了，娘娘，谢少师不是让你去文昭阁学琴吗？你可有见过他？我倒是听我父亲说过，这谢少师啊，畏寒，每逢冬日都是要闭门不出的，兴许是这个原因。明日你们就要出宫休沐了，又要几天见不到，不如我们去御花园煮茶吃果子，再玩上半日如何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但凭殿下安排。谢卿，你就不知道让朕一局吗？圣上偏爱与臣对弈，不就是因为臣从来不对您虚与委蛇吗？若圣上只是为了赢，大可换个人陪您。你呀，朕听说姚尚书看中了那张遮为婿，还不惜亲自上门提亲。可那张遮倒好，这几日正闹着要退婚呢，姚尚书是连连给刑部找茬啊。姚大人爱女心切，人之常情。多谢圣上，但臣修道，只要是入了东藏世界，便不识铁逆。你说说你，清心寡欲，这整日除了佛经就是道书的，一把年纪了，连家也不成一个，成什么样子呀？臣父母早逝，族中亦是人丁稀薄，既无长辈催促，也就了无此心。可能也是怕有姚大人这类的麻烦吧。真想不到谢卿也学会开玩笑了呀！啊，方姐姐，你给我！不是，他们还在那边呢，你们两个别乱跑。见过圣上，先生。见过圣上，先生。还以为是天冷生病，原来有功夫喝茶，却没功夫上课。朕听舅父说，前几日夜里你想要进宫，还碰上了搜捕逆党的新无畏。是，臣前几日将琴落在了宫中，本想连夜回来取的，结果路上琢磨曲子忘了时间，等天明了才进来。哦，谢卿爱琴如此，果真是个琴痴啊！江姑娘，正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姑娘，泰安殿里嫁祸你的那个宫女死了，圣上要见你。死了？他们这是想堵住我的口，息事宁人啊！果然是好手段。此事本该是王公公来通知姑娘的，但我担心你不知其中厉害，所以斗胆前来。还请姑娘一定要听我几句。什么意思？自那夜案发之后，太后娘娘频频在圣上面前提起姑娘。言说姑娘言语犯上，不好相遇，可圣上却认为此事本就有愧于姑娘，是以命慎刑司追查至今。那夜生死危局，我为了求生，少不了得罪太后。太后这样对我，也不意外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此事该如何应对，不会贸然冒犯圣上的。说到那夜，圣上来的突然，是你去请来的吗？多谢。姑娘与我就不必客气了。对了，江姑娘，还有一桩事也要告诉姑娘。近几日，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，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师和圣上之意。谢微，薛家竟是注意到他了吗？你起来吧。是。
朕本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，只是此人畏罪自杀，这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。不过慎刑司那边前几日倒是审出了些东西，这个宫女应该是平南王安插在宫中的乱党无疑。乱党？怎么，你有何异议？回圣上话，臣女只是没想到杨芷斋身边竟然会有乱党，还好此人已经死了，不然臣女怕是要寝食难安了。你这是在宫中，区区一个乱党，有何可怕的？多亏圣上拨冗为臣女主持公道，不然臣女一介弱女子就要遭了他们的算计，这危及自身不说，沾上乱党还有连累家人，这可多不好。江尚书在前朝也算是为社稷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江二姑娘在此事上也是颇受了一番委屈。这样吧，明日我让王心义亲去一趟内务府，着人为江二姑娘拨下赏赐，算作宽慰。臣女谢圣上恩典。臣女谢圣上恩典。我都已经装傻充愣，认了这糊涂官司了，他还要如何？说到那夜之事，朕听说你出了泰安殿之后，与谢少师见了一面。不仅如此，朕还听说这谢少师赶出翰林院的2位夫子，都曾是责罚过你的。看来郑宝所言不虚，薛家这是要对谢微下手了吗？而今我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倘若在这个关头让沈郎发现了他的马脚，燕家跟我都要遭殃。其实臣女也觉得谢少师对我有些不同。哦，怎么样？他与臣女父亲交好，从前在家里也碰上过几回，可不知为何入了宫之后，好像更加不同了。圣上知道吗？谢少师还单独让我去学琴，这多不好啊！圣上为何嘲笑臣女？臣女只将此事同圣上一人讲了，可不能让旁人知道。罢了，你也不要多想。既然是来伴读的，就要把心思多放在学业上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谨遵圣上教诲。下去吧。美则美矣，只是这性子，实在是一团孩子气啊！要不是朕为谢卿操心此事，还不知道他几时才能成家呢。嗨。都说沈郎性子多疑，我这样装疯卖傻，也算是蒙混过关了吧？宫女虽然死了，但薛家的手段不会因此而停，少不得要与谢微见上一面，将今日之事说给他听才行。谢娟，这一回是你欠我的，可得好好还我才行。啊切！确实棘手啊！这犯人死活不开口，我看呢，我本来说也是加刑的，人前见功啊，这是屈打成招了。张大人，你真的要跟姚家退亲？是啊，我已将婚书退回，过几日得空了，便会请人替我将姚家的定亲礼送回。这是吏部之首姚尚书啊，堂堂的吏部之首啊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大人，此乃张某私事，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刑部因为你已经将新武卫得罪惨了，如今姚尚书赏识你，想招你为婿，那就是你的机遇。我们这里多少人的考教都捏在姚大人的手里啊！你要是连他也得罪了，很难在刑部混下去了。在下本就是通过吏考上来的，也无意做高官享后路。若是吏部因私罢免在下，那我接着回老家县衙为吏便是。我的张大人呐，上次泰安殿一事，你我也算是患难之交，你就听我一句。张哲，
你给我站住！你这粪坑之时，又硬又臭啊！哎，你最近为什么总往我们家跑？你生意不做了？做生意？谢伟整天使唤我干这干那，生意早就做不成了。我刚到的几张好钱，他全给我拿走了。今天我非在你们家吃回来不可。大秦，先不让你找龚一成吗？有消息没有？没有。可以快点吗？啊，快！陈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谢大人可在里面？臣有要事，请大人指点。请进。唉，又是一个上了贼船的可怜人呐！不许你说先生！啊！剑叔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，别动！哎呀！你给我站住！别动！我打死你！给我站那！上一次陈大人甘冒危险入宫救人，谢某感激不尽。只是少不得提醒一句，陈大人可知张遮明明一介白身，是如何入朝为官的？只知是吏考出身，其他的倒是没有问过。张遮自幼家贫，他为了不拖累寡母而放弃了科考，转投了吏考。所谓吏考，并非是正式官员，往往事急则用，事定则罢。但冀北道监察御史顾春芳，他慧眼识人，看中了张遮之才，破格将他举荐给了朝廷。顾春芳于张遮而言，不仅有知遇之恩，还替他平反了父亲的冤案。此二人之情谊，绝非泛泛。顾大人把张遮安插在刑部，是有意而为之。顾大人外任多年，不日便要回京，而刑部尚书之位空悬多年，莫非圣上有意让顾大人？谢大人真是洞若观火，对一个小吏都了如指掌，走一步观十步，实在是令人佩服。陈大人言重了，谢某只是对张大人也比较好奇罢了。若日后有张大人任何消息，还请陈大人跟谢某互通有无才是。大人放心，臣迎愿为大人肝脑涂地。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今日一早，宫里派人送了许多赏赐来，老爷请人打听了才知道，姑娘在宫里受了大委屈，灵儿这是在担心姑娘呢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走吧，去向父亲请安，好叫他莫要担心了。嗯。选宁见过父亲、母亲，给二老请安。哎呀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宫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赶快跟爹和娘说一说。你这丫头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得先跟家里知会一声嘛。你知道我和你娘啊，还有你姐姐有多担心你吗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宫里那么多的伴读，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出事呢？你是不是该问问他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好啦，我不是在问呢吗？我就说嘛，当初就不赞同你进宫，以你的脾性，只会惹事，胆大妄为。你看，现在出事了吧？怕了吧？我常常给你叮咛叮嘱，要好好守宫里的规矩。你呢，只会当耳旁风。我说二姑娘，你能不能顾惜顾惜自己的小命，不要让全家人都为了你操心担心。你让我省省心吧。在母亲眼里，便什么都是我的错吗？您还真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我的意料。有你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要说了，行了，宁儿，你刚从宫里回来，一定累了，先回房休息去吧。来，送小姐回去休息。你看看他啊，你看看他什么样子？哎呀，好啊，你少说一句。哎，
你瞧瞧，你瞧瞧这两人，这是猫和老鼠，还是老虎见着猪啊？非要吃掉一个才算完呐！母亲，啊，来了，还在生气呢？唉，女儿听过一句话，叫“爱之深，责之切”，女儿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，母亲能否为女儿解解啊？你呀，现在都会拐着弯儿来跟我说话了。母亲，其实宁妹妹在宫里的事，我们也都是耳听所得，未真实见到，也不一定就是宁妹妹的错呀。我知道未必是她的错，但是你们都别忘了，这是在皇宫啊。皇宫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地方，稍有不慎就要性命不保的。但是你看看她的脾性，她要是有你一半的规矩和沉稳，我何至于此啊？其实宁妹妹年岁渐长，也见明事理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多放心些才是。既然你说到年岁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。来，眼看你们姐妹俩都长大了，这婚事也该提上议程。但是你瞧瞧她这脾性，我都愁死了。你说什么样的人家才会要她呀？哎呀，母亲放心，父亲在朝中广交好友，自有好的会为妹妹相看的，您不必过于忧虑。好了，先不说他，说说你。本来以你的条件要寻觅一户好人家，那绝对是没问题。但是现在，你难免会被宁姐儿影响，你叫我如何是好呀？姻缘天定，强求不得，随缘便好。你呀你，就是你这般性子，迟早要吃亏的。满者损之机，亏者盈之剑，吃亏是福。瞧你这张小嘴，连娘都说不过你了。父亲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来，快过来。慎，优也，父亲是在担心江家与燕家的关系。宫中逆言一案，薛太后的确是想通过女儿将罪名往燕家身上引。不过好在刑部的张大人已经替女儿洗脱了嫌疑。宫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可是这前几日永义侯府也出了事情，你在宫里可有听说？依女儿之见，虽不知侯爷因何受伤，可薛家在当夜便封城搜查，那说明两家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之势。去宫里早更加长大了，见微知著，所言不虚啊。这燕薛两家的心结累积了20年了，他们积怨已深，恐怕是很难化解了。更何况这还有……父亲是想说，定非世子之事？女儿听说过300忠魂的传闻，说燕薛两家在此事之后断交，可女儿总觉得其中很多细节不合常理。父亲清楚当年之事吗？这当年呢，平南王
趁着先皇病危，血洗了皇宫。许多事都是从仅有的幸存者口中传出来，你也懂得，这世上人言有几分可信的。再后来以讹传讹，早就把真相和这流言混作了一团，真假难分呐。我们能看到的就是，先皇当年便病重驾崩，幼帝登基，太后垂帘，扶立了薛氏，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，这才还政。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事实。如今薛家势力遍布，永义侯府之难，当真无解吗？这燕林跟你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虽然这小子每次来咱们这儿都搬咱们府里的墙头，我也是见一次就骂他一次，可其实爹爹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。这小子能文能武，跟京城里那些纨绔子弟还是不同的。我本来想着你们早晚是会成亲的，可现在看来，这门亲事恐怕是不成了。爹怕你想不开，怕你心中难过。不过爹爹答应你，若你愿意，爹一定会为你再寻一门亲事的。爹是不会亏待了自己的丫头的。这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也都不会再牵连到你身上。父亲放心，我对燕玲唯有朋友之意，没有男女之情。女儿也断不愿为着此事草草嫁人。哦，女儿斗胆恳求父亲，往日燕玲有恩于我，如今侯府若是遭难，女儿也想尽我所能帮衬一二，绝不连累府中，还望父亲答应女儿的不情之请。好啊，好啊！原以为你还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，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明事理，而且懂得知恩图报，爹真的甚感欣慰啊！爹答应你，在这朝堂之上，有机会的话，爹会选择站在燕家这一边。嗯。国公，何人？那里，追！是，追！国公，真乃天助我也！来人呐，进宫！是。见过圣上。国公，谢卿，看看这个。定国公今日收到密报，有人交上了这半封永义侯与平南王来往的书信。谢卿以为这叛国之罪该如何论处？臣以为这半封书信来历不明，且根据信中所述，只是有人在询问平南王薛家早夭世子之事，既无燕家印信，也无叛国之词句，做不得实质的证据。若有心之人说这封信是定国公所写，也不为过。少师是怀疑我定国公府通敌呀，还是怀疑本宫要栽赃陷害燕家？国公之忠心，天下皆知。臣的意思是，这封书信既然有上半封，那就会有下半封。不如多给刑部一些时间搜查，等找到下半封有永义侯府印信，或者燕侯爷落款的，再定燕家之罪。
烟幕狼子野心，路人皆知，还需要什么证明啊？圣上，逆党一案已由刑部接手多时，至今毫无进展。而现在宫里又因为玉如意闹得沸沸扬扬，这不正好说明了逆党已借燕家之手深入宫里了吗？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，恐怕酿成大患。圣上，20年您都等得，区区几个月，不必心急。还等什么？若是等到燕家军联合平南王大军一起攻入京中，那一切都晚了。好了，谢卿说的不错，悠悠众口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但是事关国本，朕不能有丝毫疏漏。即日起，燕家圈禁在府，配合新武卫调查，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，不能有一丝的威胁存在。舅父，你一定要尽快找到剩下的那半封书信，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臣领旨。薛爷，二半夜的你又要干什么？燕世子来的正好，睁大眼睛瞧清楚了，你们燕家勾结平南王逆党，即刻起圈禁在府，配合新武卫查案。你先去照顾父亲，不让此事扰了他。此处有我。是。还拖什么？赶紧让你们燕家的狗让开！我要进去搜查。薛公子，圣上的旨意只是让燕家配合调查，并非定了燕家的罪。永义侯府世代忠良，真相自会大白。在此之前，我家门庭之下，还容不得你们如此胡来。好，燕灵，别以为本公子会就这么放过你。你们燕家上下不过是苟延残喘。等新武卫找到证据，我要你们满门的命。那就等新武卫找到证据再说。在此之前，我燕家还是清白忠良，不容他人污蔑。给我看住了，一只蚂蚁也别想跑出去。是。你说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下旨了？我们刑部追查逆党这么久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受牵连，真的是神仙打架，你我遭殃。哎呀，张大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嘛！张默只管查案，旁的事与我无关。还查案？没听圣上说啊，燕家之事归新武卫管。况且你今日好不容易得圣上传召，仕途有望，你就别再掺和这些事儿了。那怎么能行？逆党追查已显端倪，现在交旁人岂不是对案件不利？张大人的意思是圣上的不是了。看来你们刑部是对圣旨不满呐。姚大人哪里的话，我们只是为公事多聊了几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莫要见怪。本官执掌吏部数10载，自知何为公私之分。张大人自恃才高，可要想在官场上真正立足的话，怕是还要多修炼修炼。哎呀，是，他呀一贯是武断专行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呐。哎，上次圣上因为新武卫之事责难，还多亏了大人出言照拂，我们刑部感怀在心，是不是啊，张哲？是，这个没办法呀。多谢，多谢。哼，不必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多好的亲事，大好的官途，你非要亲手毁了，是不是？下官凭本心做事，在此为谋此职。逆党之事我会继续追查，至于下官的私事，
还请陈大人切莫再提，以免毁了女儿家的归誉。好，是我多管闲事。你查什么查？江浙。信，哪来的信？不是薛家伪造的吗？哦，不是。时至今日，我都不曾窃了侯爷的印信。那半封印信是有人用箭射到国公府的。至于幕后之人是谁，连国公自己都不知道。倘若你之前调查不虚，燕侯爷的确与平南王通过信，那这半封自然也是来自逆党了。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。暗处有人要搅乱京城的水，再如何都难以提防。燕侯爷如今在休养，倘若新五卫连连发难，只怕与他身体有碍。你可有什么法子？周大人，自古以来摇摆不定之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既已上了我这艘船，就更应该走到底才是。难不成你现在投靠薛家还来得及吗？哎呦，姑娘您多虑了，咱们早就是一艘船上的人了。您掌舵，我便是那桨。可是这桨之所以还可以载舟前行，就是因为这桨没有受到摧折。自从调查侯府以来，国公多番催促我，如果再没有半点可靠的消息上报，国公定会怀疑我。对待一个可疑的废物，国公不仅会弃之，更会处置。要是没了我这个桨，日后又会换作是谁呢？周大人的意思是，若没了桨，船也会偏航；没了你，下一个来的我不一定控得住。哎呀，姑娘您言重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直说，你什么打算？自今日起，探查到侯府的消息，我告知于姑娘之后，亦会同样上呈给国公。周大人，我听闻赌场上有坐庄之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最喜欢的就是大小通吃。我承认，周音之乃是一个贪权爱财之人，可是我不敢，我也没能力做那庄家。今日我承诺于姑娘，侯府之事，姑娘定会先与国公知晓。那便请周大人记好你的承诺。周银之，这一次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姑娘，这是要搬家吗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你们来的正好，咱们手上的现银还有多少？算上姑娘每月的月例银子，还有这些年老爷的贴补，逢着年节生辰大家送来的礼金，哦，再扣掉上次姑娘拿走的400两，约莫还剩个300两。这么少？那这些呢？拿去典当变卖了，能值多少钱？姑娘，你这是在说什么呢？哪有大户人家的姑娘变卖首饰珍宝的？且不说这些大都是老爷夫人或是燕世子送您的，就算拿出去当，也没人一次收这么多的。姑娘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或许可以去找老爷问问，他一贯疼您，不会不管的。现在还不到惊动父亲的时候。这样，唐儿，你悄悄去一趟尤府，塞点钱给后门的小厮，让他给方莹带个口信，就说我在聚来客栈等他。嗯。
先生夜未睡，歇息会儿再忙吧。不必，你去告诉陈莹，让他安排同僚在酒楼宴饮，我要见张遮一面。是。对了，宫一城那边还没有下落吗？在京中都找遍了，未有丝毫踪迹。那就沿着水路朝周边找，他费了这么大力气，不可能轻易离开的。是。宁儿呢？宁儿可有消息？好着呢，昨日休母回了家，今日便去见了周银之，比当官的还忙呢。周银之？嗯。看来燕家的事他都知道了。你告诉门房，若他来找我，不要阻拦。是。400两的本金赚4倍，也不过是1600两。你手上连本金撑死了也就2000两，这2500两是哪来的？卖是只赚了1600两，可卖完丝之后，许老板无论如何要再添些银两，所以许文义给你钱。许老板当初怕我外行吃亏，只割了手里4/3给我，剩下的他以去年市价卖给了一个叫吕什么的人，后来丝价大涨。他们在家乡的丝啊也全都卖出去了，赚了不少钱呢。他和财农们都很高兴。起初他硬是要再给我添1000两，我拗不过，劝了好久，最后才答应只给500两作罢。其实他们要感谢的都是姑娘您。你如今这样子很好，不过你告诉许文义丝价会涨了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就跟他说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没有提及您的身份。他问我您是谁，我也没有告诉他一个字。你让游方莹去买许文义的生丝，也是为了燕家。而我更想知道，你为何会坚信这生丝价格一定会涨？他就是这样知道的吗？你方才说跟许文义买丝的人叫吕什么？吕显，吕显，就是吕显那个奸商。他跟谢薇是一伙的。姑娘，我是不是给你闯祸了？这种消息传出去，的确是会闯祸的。不过这次幸好，只是被他知道了。他？没什么，过去了。其中500两算作你的本金，剩下的钱我们俩一人一半，这1500两你收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方英自知蠢笨，不敢缠着姑娘，劳烦姑娘。只是这挣钱的法子是姑娘想的，就算姑娘要打发我，我也绝不敢收这钱。哎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给你钱，是想让你在尤家过得舒坦些。这几日尤爷也要回府了，若不多使些银子，只怕你不好出来见我。那我就拿1张，剩下的姑娘收回去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你连本金都要亏了。拿着，本金也是姑娘的。下一次我一定更用心学，一定给姑娘赚好多好多钱。傻姑娘，方颖，我不同你假客套，我这一次的确是遇到了一件急需用钱的事。不过这件事不是1-2千两就可以摆平的。我今日约你来，是想请你帮我再做一笔买卖，你可愿意？不过这次，姑娘可否告诉我买卖的奥义？我跟许老板学账许久，或许可以帮姑娘参谋参谋呢。快走吧。父亲，这些都是张家送来的。父亲莫不是因为张家的聘礼薄而生气？
张家家贫，聘礼本就是个形式而已，女儿不介意的，还望爹爹您能……你住口吧你！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是张家先前退回来的婚书，如今已经把全部的定亲礼都给退回来了。退婚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告诉我，你在宫里都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？你居然想要毁人清誉，坏人名声！你长这么大，我教过你什么啊？教养都没了吗？不是我。哼，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人家张大人早就心知肚明，只不过是顾及你的脸面，并且从未说过一句你的不是。你做的这些事情，我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。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些混账之事啊你！张哲隐忍至此，老夫我之前确实对他百般刁难，不该呀。父亲，你别叫我父亲，我姚家满门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哼！父亲。哎，请，我请你一杯哈，李大人到这儿。来，来，我客气。啊，来，喝啊！哎，好酒，是。来，我正说那个公事，咱们吃。张大人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陈大人，张某家中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哎呀，张大人呐，你没家没室的，能有什么事啊？我们刑部的同僚都在，难得出来喝一次酒，你就别扫兴了啊！来，敬张大人一杯，来，张大人，敬您一杯。张某从不饮酒。哎，你们先自己喝。哎呀，你就给当哥哥的一个面子，再待上半个时辰。明日我帮你写手令，让你继续追查逆当的案子，如何？张某不惜此数，先出去候着。哎，他出去方便一下，没事啊，我们喝酒。来。下雨了，马车不知停到何处去。姑娘在此稍等，我去就来。刑部侍郎张遮，就是你在朝上处处与周营之作对，还说本宫结党干政的。避雨而已，张大人为何不敢面对本宫？是怕本宫吃了你吗？娘娘恕罪，臣乃外臣，不敢冒犯，还请娘娘自重。张大人怎么不走了？不是宁可淋雨，也不愿与本宫在同一屋檐下吗？不敢劳娘娘以礼，不过微臣也有一言要赠与娘娘。须知人贪其利，与虎谋皮，却不知虎之为虎，便是以其凶性天生不应是为。今日与虎谋皮，他日亦必为虎所噬。娘娘，好自为之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
听说他最近没少往外跑，都干什么去了？奴婢也不太清楚。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养你有何用？我倒要看看这小贱蹄子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哎，你来一下啊，来一下！哎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啊！哎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当今圣上最为信赖之人，谢威，谢大人。我知道，但抱歉，谢大人所托，张某不能帮忙。我什么也没说。谢居安，金陵人士，5年前科考连中3元，入宫时便领太子少师职，然在朝4年，与刑部相交寥寥，最近的便是逆党案。昨夜至今晨，此案再起风波，随后你便借陈大人之手约见张某，此中之联系不必多说。朝中皆言，张大人在断案一道上有绝世之能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谢大人不必再说恭维之言，若你想从张某这里提前获知什么，或者是想让张某从中做些什么，那便不必再开口了。张某立誓，所信所凭，唯公道耳。有张大人这句话，谢某便放心了。如今刑部与新五卫皆被卷入逆党一案之中，互有掣肘权衡，而谢某只是担心这真相会因此蒙尘。谢大人笃定此案有冤，这便是张大人该追查之事。谢某只是知道，真逆党在京城中屡次作案，虽然看似毫无关联，但这其中必有因果。倘若等到阴谋得逞之日，恐怕会重现20年前平南王之难。这不是谢某所乐见，想必亦不是张大人所求吧。案子我自会查，但与旁人无关。谢少师不必再来寻我了，告辞。嘿，你，我早就都说了粪坑之时啊！我要不是看到顾大人即将刀人的份上啊，我早就把他踢出刑部去了。锋利的刀总会有用武之处。再说了，这朝中不正需要这样不攀附、不结党之人吗？啊，是。